光芒。应该承认我生而平常，却不敢沉默的冷场。Break it down, I'm taking over now. Tough it out, that's what I'm all about.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阵新的围墙，解锁一道光。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挡在我前方，他们都筑成令我登高望远的路，指引我前方，我成就我给我的量。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主场，握在我手上。世间所有的不幸，都来自于彼此的在意，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其实我们都一样，只是一个提线木偶。接下来，我们好好聊一聊你的抠吐问题。你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最不容易产生抠吐现象？那个桃子。可是你那天走的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我不想聊了，先到这儿。也就是说，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不容易出现抠吐现象。不对，你错了。那天我走了以后，情绪非常好。很好。当你情绪好的时候，不容易出现抠吐现象。那我们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抠吐，当时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想法？好一些了吗？好一些了。你的意思是说，在抠吐之前，你感觉非常的不好？吐之前，我感觉很焦虑，觉得自己像个怪物。为什么？因为我会控制不住的吃。如果不抠吐，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不呕吐的话，我会变胖。你认为抠吐以后就不会变胖了？呕吐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干净，就好像从来没有吃过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让你形成暴饮暴食跟抠吐的习惯了。也就是说，当你每次产生焦虑、紧张、不安跟愤怒情绪的时候，你就想通过暴食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可每次吃完以后，你又会陷入那种自己失控、很难受的状态当中，你就需要抠吐这个补偿行为，来缓解你当时的压力，对吗？你看到了什么？看到接下来会被人羞辱。那眼下的一切呢？你可以收藏着所有的美好。有阳光的存在，就会有阴影，有粗鄙。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去引发自己不好的情绪，引发自己的暴食，还有抠吐。你觉得这样值得吗？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放开！妈妈不都是会保护自己的女儿吗？她每天这样贬低我，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我现在觉得自己都快没有自尊心了，我觉得自己都不配做一个人了。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已经烂透了，都怪她。天底下还有哪个母亲会这样？每天轮番的换着刻薄的话来这样羞辱自己的女儿吗？你看，别人的围观、议论、讽刺，
都没有击垮到你，而真正击垮你的人，是你自己。他被斩在这儿，被人掀起来看，但不代表他是不好的。你生发的毁灭意识，也是为了在保护他。这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是被值得保护的。蒋晶，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跟你的母亲也是，你们不属于彼此。如果你的母亲为了羞辱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你交流，而是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或许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能够让羞辱来得更猛烈一些，又可能是他的一种表演吧。你说到点子上了，他的表演。也许他们的财富、社会地位、价值认知，都趋于一种长期稳定的感觉，所以他们需要在生活中截取一些让他们可以产生满足感和新鲜感的东西。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我，让自己获得快乐吗？也许他的贬低只是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无意识行为，同时，他认为他也在保护你，他不想让你早恋。保护我？没错，在他的世界里是这样的，他的教育观念是有很大的偏差。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能接受。那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式，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旁观过去的你，你看到他会想到什么？我觉得他很可怜。那个呢？我觉得他挺可爱的。成绩也好，数学也还不错。喜欢你的不仅只有这一个小男孩吧？但是妈妈很讨厌我。关于他，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再谈。此刻，我们只需要感受那个小蒋晶。你觉得陪伴他度过最痛苦、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是未来。张女士，啊，您是？您好，我姓贾。哎呦，贾总您好，您好，哎，请坐，快请坐。贾总，您尝一下吧，这是我点的最好的普洱茶，来。实在是感谢您啊，百忙之中来见我，没想到贾总这么帅气，真是年轻有为呀。我这次出差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东方大剧院的庆年音乐会，向全国各地的杰出青年钢琴演奏家发出邀请。这是一个契机，一个朋友把蒋晶推荐给了我，我看了他的演奏视频，十分出色。贾总，您真是慧眼识才呀！我们家静静参加比赛的时候，按照评委老师钢琴大师吴牧野的话说，触键音色非常丰富，高速度下的完成度也很强，演奏情感细腻，自然流畅。他从小到大获了多少奖，我也不一一数了，相信贾总你也是知道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定离不开您的辛勤付出。我这个孩子还真得感谢他妈。我们家静静5岁的时候就开始练琴，每天练习10个小时起步。什么周末寒假、暑假，那别的孩子都在外边去玩，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每天练琴。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没少流血流汗，他10个指头上长满了茧子。他10岁那年弹那个德彪西的前奏曲的时候，弹着弹着，那个琴键上都是血。当然了，后来他也长大了，也懂事了，不哭不闹了。只是他最近
是你自己。你今天为你自己做的所有的一切，过去的他都能感受到，让他更有信心面对未来，甚至他给予你希望，给予你力量，开启了新的局面。我们刚刚探究了这么多高危情境，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情境都是导致于你暴饮暴食，还有抠吐。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解决方案好吗？这个结果分析表格你回去填一下，有助于我们了解你为什么要改变。暴食的直接结果、延迟结果、正性的、负性的，什么意思啊？直接结果也就是说，当你暴食以后，正向影响给你带来的是你可以解决当下的焦虑和不安，而负性影响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变胖了，又会产生新的焦虑。而延迟结果是当过了这段时间，我们用长期的角度上来看它对你的好处和坏处。所以这个表格需要你自己填写，自己分析。你们做心理咨询的还挺神奇的，感觉我好像一直在读懂我自己。也许时间久了，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治疗师哦。那我们说说第二个解决方案。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做不到。可你的潜意识选择了它，你渴望有一段温暖和舒适的关系。我小的时候很需要，现在我不需要了。你不敢期待，是因为你怕受到更大的伤害，会让自己更加的难过。我恨你，我恨你。其实我可以看出来，你非常在意你的母亲，你希望她过得好。静静，吃饭了。只是你希望她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你。从小到大，你每当身体或者心里有不适的时候，都不会告诉她，会选择自己消化掉，对吗？其实，在情绪上，你更像是你母亲的照料者和养育者。哎，这件衣服是我给你买的吧？挺漂亮的。没关系，任何人都需要发泄出口的。你现在有任何情绪都可以表达出来。今天的咨询结束了吗？还没有，还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你解决不了，你会怎么样？这张图片让你想到了什么？我很害怕过度依赖一个人。你害怕依赖过度保护？我可以问一问你对你父亲的态度吗？我不记得他了。我妈说，他是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那你感觉呢？他离开很多年了，我有时候印象很模糊。好像他在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把我举得很高很高，举到空中，我能看得很远，好像飞鸟。蒋静，我觉得这不光是你一个人可以努力的，我想跟你的母亲好好聊一聊。本来就是他送我来的，他应该不会拒绝你吧？我觉得我再跟你交谈几次，我很有信心能把你带出困境。真的吗？当然。柯老师，你跟我说的这些，都是科学范畴的吗？如果你想知道原理，我可以帮你解释一下。我是在兼用认知行为治疗和人际交互心理治疗。我相信了，道理我就不听了。我下次治疗什么时候？按照我们咨询疗程上的时间就可以，但是要记住，要完成家庭作业啊。好的，那下次见。
杨静，记住，要坚持住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般人其实只知道学习音乐的孩子非常的用功刻苦，往往会忽略了背后呕心沥血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前程，您是对的。是啊，贾总，您说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们必须得狠下心来。他练琴，我也没有闲着呀，我也是没日没夜的陪着熬着。您说这全世界有哪个天才不是被逼出来的？您说是吧，贾总？就像这普洱，想要成为孤品，要经过采摘、萎雕、杀青、揉捻、解块、毛茬干燥、卧堆，缺一不可。好苗子多的是，工艺流程也就这些，缺少的是像您这样的采茶人。哎呦，贾总啊，您说的太对了，您真是内行啊！看来我得安排他强化训练了。贾总您放心，在新年演奏会之前，我一定让他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有所提高。那个就太好了。那我把后面的流程也跟你说一下吧。近期我会组织一场演奏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东方大剧院会发出正式的邀请。好。还有作为奖金的推荐人，有个建议我还得说一下，不过您不用多想。哦，好的好的，您说您说。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最了解，旁人说的再多，耽误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您说对吗？是是。通过最新的数据分析，大家都能看出来，我们时间访谈作为997的王牌栏目，一直以来受众目标还是非常精准。金融经济类，年收入20到50万之间，年龄36到45岁的受众层面，就是我们时间访谈的主要听众。希望在下个阶段为我们的节目做一个提高改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金主爸爸，据说为时间访谈专门量身定制的数据调研。忘了这个数，50万。当然也非常感谢各位领导，还有我们的投资人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张总，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回答。不是这个问题怎么做？同学啊，同学们，这个课余时间呢，我就不开小灶了。你们啊，应该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好啊，再见。同学啊，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下吗？Mystery of the Mind， 可以啊，这书没收了。你呀，巧立名目从我那儿拿的书多了，也不差这一本。这知识啊是要流通的，我这是在帮你。是，你呀说的都对。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昨天。哎，你说要帮我，我还真有个事需要你帮呢。你猜，我昨天回国的飞机上碰到谁了？哎呀，我又不是小年轻，你给我卖什么关子呀？就那谁，这老先生不是叶念堂。叶博士，您这机器一研发出来，市场上您不用操心。我们几个呢，已经把名字都想好了。什么名字？奥托买蒂克泰勒。什么泰勒？奥托买蒂克泰勒，简称 ITMG。对。实验室里的那些复杂的流程，我还是知道的，但是生意场上的事情，我就是一窍不通。在座的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有些话我得说在前面。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那么就意味着在座的有的人可能最后就拿不到这个产品的授权。我给大家赔个罪。叶总，这你就甭管了，有得有失，有进有退嘛，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干了啊！好，来。读书人呢，就是能谦虚，论进退。叶博士啊，你可比我们这些只会盘生意的人老道得多。以往啊，你都是做上位，今儿以退为进，所以呢，您说什么都是对的。叶博士有他的想法。郭总，来，我单独敬你一个。啊，不好意思，我还在吃药。不喝好。风物长宜放眼量嘛。小丽，你有分析过咱们节目的受众吗？啊？听众的性别、年纪、职业，以前只有电台的收听率和市场的数据份额可以分析，但是现在有了直播这一块的大数据，其实是可以整理一下的。钱哥，你先别着急把这活安排给小弟。毕竟数据调研我们不是专业的，我觉得你还是找潘台申请。专业的数据调研可是非常烧钱的，而且我们跟时间访谈也不一样。怎么了？没事。东子啊，那这事就交给你了。啊，老钱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点呢，还不在数据调研这一块。虽然咱们前几期节目做的都还不错，但是最近几期的收听率明显没有首播的时候高。这个就是做数据调研的意义，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打一个比方啊，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直播的不同时段来看观众的数量增多和减少，分析我们当时做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观众对哪一块感兴趣，他不喜欢哪一块。做这种反向的分析，比我们听报告里边的播放数据要来得更准确，而且也不花钱。直播受众跟听众完全是两个群体。不，我觉得直播的群体是我们的听众。如果我们能了解自己的听众，哪怕一小部分，这对于我们之后收集反馈和长期的策划都是有意义的。那我们为什么不以首播作为参考呢？那已经是个成功模板了。既然小文那期热度那么高，我们为什么不如法炮制，多做几期这样的话题人物啊？李普店，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说。啊，不是，钱哥，是这样的。我们写的脚本呢，肯定没有真实的案例有感染力。咱们别忘了，咱们贺老师可是心理咨询师啊，他那有很多现成的案例。你们还记得上次王卓找那个心理咨询师吗？据说他主动提供了非常多的真实案例，这多有噱头啊！不行，我不知道王卓怎么跟心理咨询师聊的啊。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绝对不能透露来访者的隐私的，这是赫顿的职业道德，也是他的职业底线。也没让他触碰底线。那淼子的意思是说呀，咱们可以用人物原型，对吧？来访者对于贺老师来说是个案，我们可以二次编辑，把它做成一个全新的故事。这对于赫顿来讲是一样的，故事输出从他到我们这儿的这个环节就是在泄露。不一样啊，他只要抹去容易暴露身份的细节。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那脚本再一加工，观众换个思路吧。这个我说不行就不行，再想想别的办法。凯一，你是不是太站在赫顿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东哥，说什么呢？什么叫我太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了？这完全就是对合作伙伴的一个尊重啊！你少来这套吧！你当初不去看中他有争议、有话题热度，才把他拉进来的吗？你尊重他。你把我们放哪儿啊，东子？我看啊，你就是把我们几个人当成你的垫脚石来公报私仇。没错，我做新飞夜话，我找贺顿，我做的一切，我就是为了抢回时间访谈。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散会。钱哥，选题还没定呢，去哪儿啊？以前在国外都起外文名叫
我这是刚知道他叫这个名字。你说帮忙帮什么忙？我们要失业了，那不挺好的吗？名正言顺的退休。是，你是早就心不在了。失业怎么说呀？人出国研究了一趟神经心理学，开了几个颅，回来呢说要把心理咨询医学化，写了那么一厚的操作论文，把自己弄得跟一个科学怪人一样。你这嘴可够损的。哎呀，说失业纯粹是开玩笑，我不想他拉着整个行业的人翻船才是真。他们一向都那么激进吗？可也不能是他这种激进的法子吧？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哎，我知道怎么办，我还找你干嘛呀？我巴巴的给你送专注来呀。太阳下山了，我去做饭去了。哎，你等一下，他这一回来就兴风作浪，我总担心怕哪里不对。你想多了。来，你给我评评理，我只是想尊重同事，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啊？你说说。啊？你也有意见啊？你是不是饿了？我也饿。我跟你说啊，齐伯母的清蒸鱼是一绝，还有彭阿姨的土豆炖牛肉，赵叔的桂花糯面火，还有王大娘的东山羊，秦伯伯的文昌鸡。好馋呐！汪汪，来吃个肉肉来。嗯，好，挑食。不想吃吗？那我吃了啊。哎，来了啊！来，吃一下来。哎呀，哎，好，还挺挑的呢。来了，哇，这么多！跟你一块做节目的那个姑娘啊，说话特别的温柔，人又体贴。她有对象吗？没有吧？这姑娘好，人又好，又有文化。你们两个人聊得一定挺好吧？妈妈，上次我跟您说的那个塑料管折星星的，这市面上还有吗？你阿妈开了10几年的小店了，还有什么东西找不着呀？我都给你订好了。这样。哎，不过啊，我有个要求啊，你一定要送给这个姑娘，要不然我就不给你订了啊。我是送给她的，但是是道歉用的。啊？为什么得罪她了呀？哎呀，小的时候皮，给人家东西弄坏了。啊？原来你们还是两小无猜啊！哎呀，好。伯伯，鱼做好了吗？马上啊！你呀，就别惦记了。我刚出来的时候啊，我看见他把鱼刚刚放下去，赶紧吃吧，吃完了回去上班。我翘班啊。翘班了？那下一期节目大家听什么呀？妈，您说您听节目是不是就单纯支持我？哎呀，你也太臭美了！你爹那个时候啊，风里雨里的跑，难道他只是冲着我们这几个街坊邻居来的吗？其实啊，我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我懂这个道理。你们这个节目啊，能帮助很多人啊。对，是想帮助别人，但是听我们电台的节目的人不是很多，我估计可能就是这条街在听吧。这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少饭，每个人啊都有他的分量，明白了吗？快吃。来，小馋狗。哎呦。过年了，今天。
你的料调好了啊。坏了，我忘了买饮料了。丽丽，把你手机给我，点个外卖。不，买什么饮料啊？现成的人呢，他自己肯定会带。什么意思啊？你叫谁啦？啊，我是觉得2个人吃火锅有点无聊，多个人热闹。你不会叫钱开义了吧？对，我叫钱开义了。哎，你别叫他！你不是叫他？你别烫到，你左也左右不叫。我这不是为了你意愿着想吗？不给人算了。那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小叶师傅。不过没关系，我跟他说了，你亲自下厨，也许人家惜命不来了呢。汤丽丽，你是不是想死啊你？二位，谁有不怕事大的？佳辉，我带了酒和饮料。我说什么来着？哇，勃艮第红酒哎，这么正式哎。来，我来吧，我已经醒过了。OK， 我拿酒杯。佳辉，只是一顿便饭，其实不用这么正式。没关系的，这些酒都是朋友送给我的，我平常怎么喝，放着浪费。筷子都准备好了。谢谢。油甘柠檬茶挺好，解腻。你还喝这个？当然了，柠檬茶配火锅绝配。那下次我多给你带点。嗯。哎，佳辉，我帮你调小料吧。好啊。我呀做饭不行，但什么洗菜呀、买菜呀、调小料啊，我简直一绝。我跟你说，我们家老婆非常厉害的，吃火锅有很多讲究的。再来2勺蚝油，生抽跟醋都来一点。最后是关键哦，我洗过手了啊。葱花香菜，最后再来点辣椒，你试一下。没想到调料放这么多。对啊，很讲究的。怎么样，好吃吗？味道是不错，是比我自己在外面调的好吃。今天是老贺第一次给我做饭，举杯庆祝一下。对，庆祝老贺做的第1顿饭非常成功。谢谢你们啊。这个酒有问题。什么问题啊？佳辉，你是不是把这个酒写得刚刚好？它有一股淡淡的果香，还有一点烟熏的味道。会喝。佳辉，随便吃啊，把这当成自己家。谢谢。谢谢。在家能这么喝，你们在外边可得小心啊！外边可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的。反正你们以后还是要少喝一点酒。今天早上我看钱开义在门口转来转去的，你们2个女孩自己住，平常可得把门窗锁好。钱开义，怎么了？没事，只不过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怂胆，什么都不敢做。我借他8个胆子，他都不敢做坏事儿。你又这么相信他？当然。喂，起来了，到了。哎呀！哎，到底什么好事儿？让哥们送你一趟。顺路送哥们回家，是多么天经地义的一件事。这太……我给你找件好东西啊，你谢我还来不及呢。
这不是咱们高中毕业照吗？睁大你的老花眼，好好看看。哎，那都是谁？何端，跟现在一样好看。你说他素颜啊，也遮挡不了他的可爱，也遮挡不了我的帅气。喝酒。你看他有时候不行，还在那吹牛，一直喝，我根本喝不动，好吗？丽丽，丽丽，还说自己能喝。对了，阿端，上次我们讨论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有些地方我不太明白，你有没有什么案例或者是资料能够借我参考参考的？有啊，在哪儿？我可以自己拿。就在我那个自习室里面。你可能如果找不着的话，可能也搬家的时候寄回家了吧？寄回家，是寄你妈那去了吗？是不是觉得我喝多了？你为什么今天一直在问我这个资料的事情？你今天很奇怪，你知道吗？叶佳慧，你是不是想讨酒啊你？喝！跟你说啊，不喝光不是男人，喝掉。我真的不行了，我也喝晕了。那不行，也得喝，喝了。我干不了，我不是男人。哇，太菜了吧，全都倒了。唉，我真的是。醒醒，何端。丽丽。哎，醒醒！这么点酒，你把我喝成这个样子。你带的假酒吧？啊？什么呀？你这酒是假的，你看看。哎，我怎么睡着了？头好晕啊！我喝了。何端。我喝。醒醒啊，何端。好痛。你快送他上去吧，我来收拾。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们上去吧。我好想吐。你自己能行吗？没问题，放心。哎，我怎么踩着你了？没关系。
你谁啊？没人跟你说过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吗？这本是你的？这歌词是你写的？关你什么事？哎，再帮你了，小杨，赶紧啊！就说你藏藏掖掖，肯定有事儿。哎，同学们，康子儿出去了，领先我们全班拿到定级信物。哎！那路上却没人遇见，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那些点滴，那些回忆，那支跟你借悲欢的笔，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那次不经意看到的谈情，那些点滴，那些回忆，听风的旋律缓慢吹落树叶的声音，看阳光清晰匆匆经过你的身影，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谁呀？哦，来了。来了！哦，阿姨没打扰您吧？哪里打扰啊！我是一个老太太，在家待着没有事情，你找我。这不到您的脚第2次针灸的时间了吗？没提前告诉您，怕您跟我客气。您不会怪我没提前打招呼吧？不会的，不会的。那你进来吧，进来，来。我给您买了一些水果。以后啊，千万不要这样啊，孩子。年轻人花钱的地方以后多的是，我老太太家里什么都有，不要再买了啊。来，里边坐。阿姨，哎，我帮你把门关上吧。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无论是阴霾转雨，还是天气忽然放晴，我都想和你在一起。阵雨轻轻地远远地飘出了天际，也带走我蓝色和多云的回忆。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也看见你亮如星辰的眼睛，它温暖我的笑容，倾听我真实的声音，给我最温柔的回应。看见了美丽的爱情，之间
你的心。